好，今天是10月18号。10月18号，今天先跟大家讲一条国际上发生的重大消息，那就是哈马斯的新头目辛瓦尔在10月17号被以色列的军队定点清除了。在这个之前，哈马斯的领导人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也可以说是飞蛾扑火。辛瓦尔以前公开露面呢，他都是拿儿童来做肉盾，因为他知道以色列军队他不敢轻易的对儿童下手。这一段时间，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的真主党的领导人接连的被以色列的军队斩首之后，到现在下得连这个总书记的职务都没人敢接。而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2个月前在伊朗被定点清除之后，辛瓦尔呢就直接任命为哈马斯的政治局的主席。没有想到短短2个月时间，辛瓦尔就被以色列的国防军击毙了。消灭这个辛瓦尔一直以来是以色列呢对这个加沙的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的目标。辛瓦尔的死亡也将成为过去13个月哈以战争的一个分水岭。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将改变加沙乃至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过去一段时间来辛瓦尔呢一直想逃脱以色列的追捕，尽管他的许多高级战友，你包括以色列真主党的大部分的领导人，还有哈马斯的前政治局的主席哈尼亚都被消灭了，但是辛瓦尔一直在指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各种各样的攻击。辛瓦尔的死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呢也会改变哈马斯在这个之前的顽固的立场，会答应跟以色列的一些停火的条件。因为过去几个月哈马斯在跟以色列的这个停火的谈判中他们之间呢在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我看到在美国的东部时间10月17号，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一份声明，确认辛瓦尔已经在加沙被以色列的军队击毙了。拜登说这是对以色列、美国或世界都是好消息。辛瓦尔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那场大屠杀的直接的主谋。那场大屠杀导致以色列1200多人遇害，其中还有46个美国人。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被劫持的依然是下落不明。拜登提到了一点，说美国的特种作战人员或情报部门协助以色列追踪辛瓦尔。他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将这一时刻跟美国当年击毙本拉登有的一比。拜登表达了对没有哈马斯干扰的中东和平的这个未来他认为是有希望的。他也希望这个随着这个辛瓦尔的这样的击毙，能够为加沙带来政治稳定，也为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提供合理合情的和平解决方案。接下来呢，跟大家再讲一讲习近平10月15号到福建漳州去考察，而且呢考察了这个奥角村、古文昌纪念馆，还有关帝文化产业园，了解当地推进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以及传承红色基因或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提到台湾的话题，新华社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及台湾。但是有意思的是呢，
正好习近平呢去考察这个时间，东部战区啊，围绕着台湾呢搞了一场13个小时的军演。这个军演呢，开始的声势啊是很浩大的，据说呢当时出动了153架军机，更重要的是啊，有大规模的海警参与了这场演出。东部战区啊，当时司令部啊开始发消息说啊，准备空海作战，封锁港口或重要的区域，攻击海上或地面的目标。那就是说呢，这场军演呢是经过周密的这样的提前准备的。但是现在呢，谁也不知道这场军演呢为什么草草的收场了。但是习近平呢，在整个考察的期间，没有提到台湾，也没有提到军事演出的事情，总体的看起来是比较低调。但是作为一个大陆时政的观察者来说啊，我最关注的并不是这次军事的演出，而是蔡奇作为一个在重要的外出场合都一直陪在习近平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次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蔡奇非常罕见的没有陪同，而与习近平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常务副主任孟祥峰。这个人呢，很可能就是新的中办主任的这样的一个接替的人选。因为孟祥峰已经在中办陪伴习近平已经有了好多年了，可以说习近平对他非常的熟悉，而且对他的考验或者对他的检验也已经呢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是呢他突然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过去这个人尽管很低调，但是他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孟祥峰，我们看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开始是在文化部的国家文物局做一个普通的这样的干部，后来很快调到中纪委的研究室，从一个普通的干部到了副主任的科员，到了主任的科员，后来又调到中纪委下属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去做记者，做编辑，当过新闻部的副主任、采通部的主任、总编助理，后来呢又出任了中纪委第4监察室的副主任，这是一个副厅级的这样的职务。后来呢又回到中纪委这个纪检监察报，先是当副总编，后来就当了总编。这个总编是一个正厅级的这样的一个职务，而且呢，在他担任这个总编这个期间当时正好习近平呢是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在那个期间习近平呢，是让他的这个秘书钟绍军是各路的寻找年轻有为的这样的一些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些人马，到浙江去考察，或者是呢为浙江这个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纪检工作来摇旗呐喊。这个孟祥峰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进入了习近平的视野。他先后5次到杭州去做这个纪检调研，也是呢去组织采访浙江的这个纪检工作做得好，所以说呢发表了一大批的这样的报道或文章。尤其是呢其中有2次习近平是专门的接待了他，也宴请了他。后来习近平主动的要他来挂职，到杭州去挂职。所以习近平呢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最后的阶段，也是呢正式这个孟祥峰
获悉习近平呢即将调往上海做书记，也很可能呢要成为新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期间呢，孟祥峰到杭州去挂了一个市委常委，挂职时间呢正好1年。1年之后，习近平已经回到了北京，从上海回到了北京，担任了政治局的常委，也是主管党务或组织工作。所以这个期间孟祥峰就正式的在5月份，2008年的5月份，到辽宁做了省纪委的副书记。2011年11月，又兼任了辽宁省监察厅的厅长。这个职位看似很一般，跟习近平没有太多的关系，但实际上孟祥峰去辽宁是带着任务去的。这个任务是习近平交办的很秘密的任务，那就是呢，因为我们知道李克强在进入到北京之前，他是担任辽宁省委书记，而且呢，孟祥峰正好在李克强回到北京，也成为了这个接班人选之后，孟祥峰到了辽宁。到辽宁的目的，他主要是收集、整理，或者是秘密的去考察，在辽宁哪些官员跟李克强过去私交甚好，而且呢关系呢非常的到位。在腐败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这个挖掘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孟祥峰在那里不动声色，任务完成的很好。所以习近平当时面临着接班人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对他构成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接班人，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了这样的布局。孟祥峰那个时候就带着这样的任务。我们看到后来大凡跟李克强关系密切的，或者是呢受到李克强栽培的，当年从辽宁出来的辽宁的这些官员，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清算。这就是呢孟祥峰在这里面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习近平交办的任务。2013年3月，也就是呢习近平正式的接任国家主席之后，孟祥峰从辽宁的一个正厅级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直接调到北京，担任了中央保密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的局长、中办调研室的主任。2年之后，正式的呢成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协助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的工作。到17年4月份，出任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副书记，这是一个正部长的这样的职务，而且呢出任这个职务也就能够进入到中央委员的这个训练。所以孟祥峰在19大这个上面呢就成为了中央委员，而且是不选山漏水的这样的一个中央委员。2018年3月，他又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或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副书记，依然是正部长级。2020年的10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常务副主任，协助现在的中办主任蔡奇的工作。可以说孟祥峰已经陪蔡奇又过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孟祥峰他比蔡奇小了将近将近1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对于一个高层的领导人来说
小10岁，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了。尤其是我们看到啊，现在蔡奇啊，作为一个已经是年近70的这样的一个人，满头的白发，而且呢，在中办主任这个位置上啊，可以说事无巨细，什么事情呢都要兼顾的话，常常是没日没夜。我们看到他头发都白了，而且呢一副的疲态，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蔡奇呢继续在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显然是不合适的。之前呢也传过不少的人要出任这个中办主任，但是总体的来看，那些人年龄都是偏大，因为年龄太大，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中办主任的这样的一个繁重的这样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实际上没有特别好的经历，实际上是很难应付下来的。所以种种迹象显示孟祥峰很有可能在他60岁的这个年龄就将正式的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这个职务。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对李克强的旧部这种清洗还在继续，一直没有间断。最新的这个消息也就是10月7号的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发了一个新的消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或监察调查。刘满仓今年69岁，退休已经有7年了，7年后必查。如果说他在位期间，如果说是有腐败的问题，早就应该要查了。为什么现在必查？那就很可能跟他过往的这些人的交往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过往的交往有些特殊的人，最主要的是李克强。他跟李克强是同一年出生，可以说是李克强的一个旧部。有消息说他还是李克强的亲家，但是这个消息现在没有公开的办法得到证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刘满仓的儿子现在是在哪里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刘满仓的儿子比李克强的女儿大2岁。李克强在河南工作长达6年之久，在这个期间，刘满仓出任了商丘市的市长、商丘市的市委书记。还有一个人也是跟刘满仓有过在一起共事的经历的。刘满仓原来是河南省的副省长，也担任过了河南省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期间正好王小洪从福建的厦门调到河南担任省长助理、公安厅的厅长。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正好他是刘满仓的直接的部下，他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有3年之久。因为在那个期间，他应该非常清楚王小洪是谁的人，是谁的亲信，他不可能做出让王小洪不满的事情，也有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事情瞒着王小洪。但是现在必查，很大程度上那就是对李克强过去的旧部继续的清洗还没有停顿。哪怕李克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还会继续的采取清查的这种办法。因为刘满仓这个人的公开的简历我们来看，他本身过去是一个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毕业后就在
公社工作，那个时候是人民公社。1年之后，到这个南阳地委啊，担任了这个谭地委的副书记，也是主持工作。很快呢，他就调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的青年干部处。那时候非常年轻，所以说啊，在河南省委组织部，他工作了12年，升为了青年干部处的处长。96年的时候，刘满仓啊调到商丘地委，出任地委组织部的部长。后来商丘啊车地建市，他担任了首任的商丘市的组织部长，后来又升为商丘市的副书记。2001年担任了商丘市的市长。也就是呢，在这个期间呢，李克强是在河南担任省长、省委书记。刘满仓是2003年担任了商丘市委书记。后来呢，在商丘任职也是长达了12年的时间。08年的时候，他才出任河南省的副省长。那个时候，李克强已经进到北京，担任了政治局的常委。到2012年，刘满仓成为了河南省委常委。2013年呢，出任了河南省的政法委书记。2016年，刘满仓到人大担任了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18年的1月就退休了。所以说呢，现在是退休7年之后被查，究竟是因为腐败的问题，还是因为现在要继续的在清查这个李克强的旧部，最后把他也摊上了，现在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河南在这个之前几任的政法委书记，实际上都已经落马了。最早落马的，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吴天军。吴天军是在担任河南省政法委书记期间被落马的。当时2017年8月份，因为受贿1100万，被判了11年有期徒刑。而到了2021年6月份，又有一个政法委书记叫甘荣坤。他是在2019年9月担任了河南省的政法委书记的。2023年12月，也就是去年12月，甘荣坤因为受贿1.6个亿，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我们不知道刘满仓这次他的受贿金额究竟有多大，会不会也像他这个前任一样的会判处无期徒刑？可能很快就会有结果。所以今天跟大家就聊这么2桩大事。谢谢大家收看。